长隆的熊猫媚珠应该是反差最大的一只熊猫幼崽了。别看它长得甜甜的，看起来软萌可爱，一副人畜无害的呆萌样子，实际上媚珠的性格妥妥的就是一枚小辣椒。大梁外公接她回家时，她把脑袋轻轻依偎在大梁的肩膀上，看上去十分的乖巧。但这只是因为她刚睡醒，处于还没完全开机的状态。毕竟满店的媚珠，3个饲养员都按不住。媚珠咬得疼不疼，大梁最有发言权，所以大梁才会跑去和帅帅告状，说媚珠比帅帅还凶。帅帅，告诉你啊，你姐姐生了一个女儿，性格非常的像你，比你还凶。现在大梁的手上还有帅帅当年给他留下的印记，看来外甥随舅，媚珠是随了2舅的野性，一点也没随上3舅的老实憨厚。媚珠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反差，就是她的嗓音。她没开口前都以为她会是个甜妹音，结果媚珠开口一声猫，直接把粉丝们的天都猫塌了。不过牛叫的声音加小辣椒的性格，才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媚珠。不仅如此，媚珠这个野辣椒还是个牛哄哄的越狱高手。媚珠从4月0的时候就已经从小辣椒进化成野辣椒，能翻窗越出去玩，就绝不会乖乖的躺着，谁都拦不住这个野辣椒出去玩的心。随着媚珠慢慢长大，她破坏大王的脾气也开始逐渐显露。她平时在镜头前会和姨姨们甜甜的打招呼，谁知道一回家就秒变成破坏玩具的小霸王，力气真的跟牛一样大。媚珠一眨眼就长成了精力无限的小辣椒，时间真是太快了，姨姨们多来陪伴她，一起见证媚珠的成长呀。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诚实，因为是诚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诚实。诚实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诚实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妖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。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诚实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，因为他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诚实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诚实出生的比较晚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诚实在睡育幼箱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欺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艺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艺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诚实，准备上去撩弦逗逗他，结果诚实一反常态，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艺大喊：“你过来呀！”把奇艺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老实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。小时候的诚实酷爱睡觉，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。而且诚实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诚实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亚运司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诚实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，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亚运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诚实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诚实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据比利时的3兄妹天宝和宝弟宝妹回国了，从他们乘坐的转运箱就能看出天堂动物园的用心程度。2014年，比利时为了迎接星辉和好好的到来，斥巨资打造了中式园林风的熊猫馆，单他俩的活动场就有5300多平方，周围种了4万坪的竹林，全是从四川引进的熊猫最喜欢的品种，场地也是模拟了四川的环境。最厉害的是，天堂动物园还打造了一个模拟洞穴，常年温度都在10到20度，非常适宜大熊猫生活。这个洞穴通风采光也很好，而且他们为了保证饲养团队的专业化，还从中心挖走了野培组的优秀饲养员刘洋，负责照顾星辉和好好的饮食起居。2年后，星辉和好好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。天堂动物园进行了隆重的征名活动，最后天宝1名高票入选，寓意天赐的宝贝。天宝在比利时可以说是超级巨星，有一位80岁的爷爷，为了可以每天看到天宝，就在动物园附近定居下来，自此风雨无阻，基本每天都会过来看天宝。他的家里也摆满了天宝的照片，而且天堂动物园的创办人董博是天宝的头号粉丝，在他的眼里，别的小熊有的玩具，天宝必须也要有。他有时候会在那个
就是一些软件上，然后看到熊猫有一些的玩具，然后他会给我发一个图过来，他说我们天宝有，我说没有，他说做别的有的我们也有。随着天宝的慢慢长大，天宝继承了他爸爸妈妈非常好的基因，就是胃口也非常棒。我就直接跟董博讲，可能天宝以后也会是一个小吃货，可能是个大胃王。所以说我们的去购买竹子可能不够用，董博马上就说不够用，我们直接买竹林。天宝长大了，到了需要和妈妈分开的年纪，元芳就给天宝打造了专属的大别墅。后来天宝的弟弟妹妹出生了，宝弟宝妹需要和妈妈分开时，元芳又单独给他俩打造了一个大别墅。如果不是早早的就确定宝弟宝妹今年回国，估计元芳看到他俩打架，又要再单独打造大别墅了。只能说他们对大熊猫真的热爱到骨子里了。现在兄妹三个一起回国，他们的奶妈刘洋已经伤心到哽咽，特别是天宝，他看到有陌生人靠近刘奶妈，他还会做出威慑的动作保护奶妈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他我画饲养员或怎样的，他看了一个比较高大饲养员在我身后啊，或者是陌生人在我身后，天宝会马上就站起来，然后尝试去保护我。所以说真心换真心，爱从来都是相互的。是一年寒冬腊月天，也到了灵岩吃冰块挂奶爸的季节。现在的灵岩已经开始哼着小曲坐在水池里啃冰块了。还记得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，也是冰天雪地的天气，灵岩一边泡冰水澡，一边啃着洗定水冻成的冰块，把一边的雷达奶爸吓得瑟瑟发抖。于是奶爸就先发制熊，把灵岩坑爹的一幕发到了网上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，这真的是要让我死网上吗？啊，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？灵岩，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如果不是看灵岩200大几十斤的体格子，还有那圆圆的小肚腩，可能真的会有网友被他骗到。如今灵岩故技重施，结果得到更多的是大家的调侃。虽然灵岩总是想方设法想把奶爸挂网上，但奶爸却实实在在把他放在了心上。灵岩从太空舱往木架上跨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磕到了脸，可把一旁的雷达奶爸心疼坏了，把灵岩喊到了小卖部的窗口，一边给他喂美味的笋笋，一边安抚他。奶爸的关心真的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我们灵岩也很倔强，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第二次灵岩就轻轻松松地从太空舱跨到了木架上。前一段时间栾川出血，因为雪太小，温度也不够低，所以雪一落到地面就化了，根本存不住。奶爸为了自家熊孩子能玩上雪，便提着小桶，拿着铁锹，跑到山上把雪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。奶爸的手肉眼可见冻得通红，收集满了一小桶，奶爸便一路小跑回家，生怕跑慢了雪就化了。灵岩和麦麦看到雪玩的也很开心，即便是灵岩没有火出圈的时候，灵岩也被照顾得很好。那时的灵岩无人问津，现场没有游客，十分的冷清。灵岩和麦麦也被养得白白胖胖的。灵岩贪玩不吃饭，奶爸就提着桶追着喂，所以灵岩这活泼的性格跟饲养员的疼爱和陪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。猪真的长成大孩子了，现在的他已经比小卖部窗口还要高了，也就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，媚猪从踮着脚才能够到窗口，到目前他已经比窗口还要高出一个头尖了。而且媚猪这个越狱惯犯，现在翻窗特别的利索，也就3-2下的功夫就能顺利翻出去了，这动作也可以说是特别的丝滑。但如今相比媚猪越狱，大家更期待看到他卡住的那一天，不知道到时候他小小的脑袋里会不会装满大大的疑惑，明明之前还是好好的，为啥突然就翻不出去了呢？菊萌萌有时候也特别宠媚猪，整天抱着闺女亲亲，媚猪在她的怀里就像一个玩偶娃娃。菊萌萌也知道自己的闺女很可爱，她有时候会抱着媚猪大大方方的给游客展示，这得意的表情像是在说媚猪可爱吧，我生的。即便是媚猪调皮打了她，她也不生气，虽然她把嘴巴张得大大了，最后也只是轻轻的咬了一下。这里真的可以看到菊萌萌满眼的宠溺。有时候菊萌萌趴在地上睡觉，媚猪从她身上踩过去，她也不会生气。而且媚猪很会看妈妈的脸色，如果妈妈真的生气时，媚猪秒变老实，坐在妈妈身边乖乖的，这模样妥妥的就是乖宝宝。现在菊萌萌也会像其他熊猫妈妈那样，经常训练媚猪。媚猪爬树，菊萌萌就会把它拖下来；媚猪爬窗口，菊萌萌也会过来阻止。特别是在外场的时候，因为媚猪比较独立，喜欢自己玩耍，菊萌萌也会抓住媚猪，拖着媚猪跟她走。媚猪爬树，她也跟着爬上去，母女俩一熊一个树杈，这画面看起来和谐极了。